重磅消息，房贷利率在今年迎来了第3次下调，那对楼市释放了哪些信号？我们还能不能够买房子？未来这个房贷利率还会不会再次下调？今天就这个话题，我们来进行分析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今年呢，可以说是房贷利率下调最频繁的一年。以往呢，哪一年也没有这么频繁过。房贷利率呢，从今年的1月份之前是连续20个月保持不变。我们说的呢是浮动利率，而且呢，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不一样，每一个地方呢，在这个浮动利率的基础上还加点了，那么利率呢都很高。我们知道呢，前几年买房不光房价高，利率也高，几乎利率呢都能够达到平均的6%左右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年的利率呢有哪3次变化。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，房贷利率由 4.65% 降到了 4.6%， 在5月份的时候呢，又从 4.6% 降到了 4.45%， 那在8月份呢，又从 4.45% 降到了 4.3%。 很多人呢可能对于这个利率的变化呢并不感冒，因为呢总体没有降多少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之前有加点，我们的平均利率是 6%， 现在呢变成了 4.3%。 好，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以我们现在买房贷款100万计算，如果呢我们是按照以前平均的 6% 的年化率，那么我们30年的本金是100万，还要加上利息是115万，总共30年还完我们需要还215万。但是如果现在变成了 4.3%， 那么我们30年的利息是75万，我们的本金是100万，总共30年我们需要还175万，那么30年的时间我们就省出了37万。你说这中间的差额大不大？那这次降低了利率释放了哪些信号呢？第一个就是稳定楼市。我们知道呢，前几年我们有房住不炒，房住不炒呢虽然把这个炒房客控制住了，房价稳定了，但是楼市的交易量没有了，要不然整个2022年也不会呢全面的松绑旧楼市。房地产稳定的另外一个表现呢，就是要让房产的交易量起来。但是现在人们是害怕买房子的，不愿意买房子，怕高位接盘。但是我们说现在房价呢已经趋于稳定，人口流动的大方向呢已经定了，就是说未来还是向城市涌入，那么房价呢2极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，再加上呢炒房客已经离场，那么买房子呢就没有说会赔本，你只需要呢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买房子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呢这个贷款利率的下调，就是能够促进大家呢还能够继续买房子。那第二点呢，可能会吸引之前没有买房子的现在下手买房子。之前很多人抱怨说我的首付不够啊，买了房子以后呢还有30年的贷款，这个贷款的利率太高了，我基本上呢每一个月还完贷款以后呢我什么也不剩，那么让我自己这么累干什么？我现在不买房子。但是现在这个利率呢下调了，那我觉得呢在整体利差这么大的情况下呢，买房子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你要知道现在没有了炒房客，那么新房呢开发商还要进行回本，所以呢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政策呢是非常利好的。那么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炒房子，那么你就不要呢期望了，如果呢你真的有需要，那么现在下手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那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说未来这个房贷利率还会不会再降，因为这个呢差不多已经是极限了。那么我要告诉你，未来房价的利率仍然会下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到了要稳定楼市，要把房贷利率向历史靠拢。历史房贷利率最低是什么时候？是2008年的时候。2008年的时候，房贷利率是 4.15%， 也就是说呢，在之前5点多的基础上打了7折，但实际执行的就是 4.15% 的利率。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往那个时候靠拢，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，2008年是金融风暴以后，我们为了刺激楼市呢，是货币大放水，降低利率。但是现在我们同样遇到了问题，我们没有货币大放水，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房住不炒，这是2008年没有的，所以利率有可能在今年的第4个季度还会迎来下调，又或者是今年不下调，在明年的上半年也会迎来再次下调。毕竟呢我们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，一方面是楼市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方面是经济的问题啊，还有呢3年的疫情，我们的经济发展受阻，到
现在我们的经济放缓，如果呢不采取相应的楼市政策，可能经济会倒退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房贷利率的下调就是给我们买房子最强的希望，因为房贷利率越便宜，意味着我们的持房成本就会越低，我们每一个的压力也会更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